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满心期待把香菜根放进水瓶，想着收获一瓶旺盛、油绿、喷香的香菜，可现实总是很打脸。才过了2天，水就浑浊了，根就黏糊糊烂了。1次、2次、3次，每次都以烂根收场。其实，超过90%的人都有过相似的经历，而80%的人都踩中了前3个隐藏的陷阱。咱们先从最核心，也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做错的一个动作说起，那就是水。水位过高，窒息烂根。这是导致烂根的首要元凶，几乎95%的烂根都与此有关。香菜的根系也需要呼吸，当整个根系被水淹没时，它会无法呼吸，处于窒息状态。同时，完全浸没的根部环境为厌氧细菌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温床，它们会迅速攻击并分解根系，导致腐烂发臭。那正确的水位应该是多少呢？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黄金法则，你加的水只需要能淹没香菜根系的大概2/3就行，一定要确保最上面的一部分根，还有最关键的菜心是完完全全暴露在空气里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水绝对不能碰到香菜绿色的杆子。你只要把这一点做到位，就已经成功70%了，因为它同时解决了根系呼吸和细菌滋生这2个最根本的问题。如果你的香菜根长10厘米的话，大概6至7厘米浸在水中就可以，然后菜心的部分也不要保留太长，最佳长度是3至5厘米。如果水位是烂根的最大元凶的话，那么换水不当则是背后隐藏太深的大 boss。换水不当，细菌爆发。很多人一听到烂根，第一反应就是水不干净，于是开始频繁换水。也有人觉得天天换水才是导致香菜烂根的元凶，所以1星期换1次。其实2种做法都大错特错。香菜是不是要换水，不能只看时间，要看水的状态。如果水仍然清澈无味、根白而有光泽，就不必换。一旦水质变浑浊，水面有一层白膜，或者瓶壁有气泡的话，那就是换水的信号了。如果看到这里觉得确实有过类似操作的话，请回复一并给花花点个赞吧。换水时既能解决50%的换水问题，剩下的50%就是要保留1/3的旧水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因为香菜的根系对环境变化极其敏感，如果每次都让它在全新的水里重新适应的话，就像人每天都搬1次家，1、2次还好，次数多了根系会受到刺激，原本附着在根表的有益微生菌被完全破坏掉，根就变得脆、薄、易烂。正确做法是第1天到第3天，只要水还清就只补不换。第3到第5天，如果水稍微有味，就把瓶中约2/3的水倒掉，留下1/3旧水，再补上静置过1夜的自来水。这样既能稀释脏物，又能保留稳定的菌群环境。这种留旧水的做法看似不起眼，却是防烂根的最后保障。但注意，如果你发现瓶壁已经开始变得浑浊，有粘稠的东西，那么换水时清洗容器也是必要的。与水有关的障碍清理之后，再来说说最容易忽略的问题。认真听，否则前2个步骤再完美，也会功亏一篑。瓶子选错，功亏一篑。香菜水培容易烂根，还有一个大家最容易忽略的细节，容器选错了。超过80%的人用的是透明瓶，看起来干净漂亮，其实最容易滋生藻类。阳光直射下，瓶内温度上升，细菌和绿藻大量繁殖，根就像被煮熟一样。解决方法非常简单，第一，选用不透明瓶或深色瓶，如果家里只有透明瓶，可以在外层缠一圈锡纸或黑布。第二，瓶口不要太窄，至少要让空气能流通，毕竟瓶口太细，换水困难，也容易积热。第三，瓶底一定要平整，不要选中间凸起或过厚，那样根系容易堆积在一处，导致通气差，容易形成烂根环境。4. 根部带土，带菌入水。菜市场购买的香菜根部往往携带泥土，这些泥土中蕴含着复杂的微生物群落，其中就包括导致腐烂的病原菌。如果不进行清理和消毒，就等于直接将烂根的老巢搬进了水中。所以在下水之前，我们最好给香菜根做一个简单的术前准备。
第一步是用干净的剪刀，把那些已经发软、发黑、看上去不健康的烂根部分彻底的修剪掉。第二步，在1升水里滴入大概1毫升的白醋，搅拌均匀，然后把我们修剪好的香菜根放进去，泡上大概5分钟。这个浓度的白醋水能很好的杀灭根部表面的细菌，而且对植物非常安全。泡完之后，再用清水冲一下，这时候的香菜根就是一个非常干净、健康的状态了。再拿去水培，超过85%的概率你会成功的。5. 位置选错，烂根必然。很多人把水培香菜放在厨房最显眼的地方，以为方便看、方便加水，但厨房是烂根的温床，油烟、温差、湿气、灯光，这些都会让香菜处在半闷半热的状态。用不了几天，香菜就会烂根。那么适合它的风水宝地在哪里呢？那就是家里明亮但不直晒的窗台或阳台角落，或者有散射光的书桌旁。有不燥不暗的光照，再加上15到25度的温度，就是香菜的理想环境。如果温度太高，它会抽高变细；如果太冷，它就会停止生长。6. 成功修剪，爆叶爆香。如果你不想自己的水培香菜只收获一茬的话，一定要学会修剪，这是你有源源不断香菜的必杀技。当新叶长到8到10厘米左右时，从外圈挑选长得最粗壮、最高的几株，用手或小剪刀在叶片和茎的交界处，也就是叶柄下方约半公分的地方剪断。剪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碰到中间那一簇最嫩的菜心，那是香菜继续生长的核心部分。只要菜心还在，它就能不断萌发新的分支和嫩叶。相反，如果只剪叶不动叶柄，残留的空柄会继续吸水，消耗养分，几天后就会变黄腐烂，污染水质，引发烂根。而整株拔起，更是彻底切断了再生的根茎，香菜就无法再冒新芽。修剪时还要避免一次剪太多，若一口气剪掉1半以上，香菜的蒸腾面积会骤减，根部吸水速度变慢，短时间内容易出现萎蔫。最好的节奏是每次只剪外圈约3到4成的叶子，保持中间菜心完整，这样香菜会在3到5天后重新长出新叶，一茬接一茬，不仅不烂，还越长越香。7. 烂根急救，起死回生。就算我们百般小心，万一还是出现了烂根的迹象，比如部分根系发软发黑，但菜心还是好的，这时候千万别急着整个扔掉，我们可以立刻进行急救手术，马上把香菜从水里取出，用干净的剪刀毫不留情地剪掉所有变色、软烂的根系，直到露出健康的白色部分。再次从第一步做起，重新水培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帮到了你，请给我一个点赞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喜欢家庭养花、热爱生活的人，记得给我点个关注，并多多转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